喂，韩雪，你到底想干什么？方圆圆，你和马向前联起手来算计我，你们必然要付出代价。你是策划于密室，而我呢是偶然得到了武器。这是老天爷可怜我，所以你的末日到了。我告诉你，千万别把事情做绝。那个人是我的学生，他还是个孩子，你们不能伤及无辜。是吗？是学生啊？但我看来他已经是一个大男人了。方圆圆，就算是学生，那你们也不能抱在一起啊，这算什么？哦，这应该叫师生恋。哎，我说方圆圆，你可以啊。韩雪，你就作恶吧，你就等着下地狱吧。又怎么了，方老师？喂，韩雪，咱们能谈谈吗？你不是要看我下地狱吗？还有什么好谈的？谈也行，什么时间？现在，马上。现在不行，现在我要睡觉了。再见，方老师。喂，喂。方圆圆的生活极其的糜烂，她不值得你去爱。韩雪，你来找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个呀？在我记忆里，好像只有你在熟睡的时候，那郑大川在你屋子里胡闹过，方圆圆可没有。说话不要太恶毒啊！赵一鸣，你说我恶毒？你要不说我恶毒，我或许会放他一马。你这么说我，那好，我让你看清楚。看清楚，这是一个女人的背影，紧紧地抱着一个男人。你想知道这女人是谁吗？不知道。才离婚几天啊，就不认识前妻的背影了。那我告诉你，这个女人是方圆圆。你说是方圆圆就是方圆圆啊？我看这背影还像你呢。张一民，那我让你再看清楚，这是她的正面，这可不是我韩雪吧？看清楚了吗？这是她正面，这是她背面，紧紧地抱着这个男人。赵一鸣，我劝你想清楚了，你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拿着破烂当古董，赵一鸣，你脑子是不是让我们给挤坏了？这是她的正面，这可不是我韩雪吧？赵一鸣，我劝你好好想一想，你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拿着破烂当古董，赵一鸣，你脑子是不是让我们给挤坏了？谁呀？我开门。来了来了。呀，你终于回家了。什么回家呀？那照片呢？再给我看看。照片，昨天你不是看了吗？我还一再强调，你可一定要看仔细了。我昨天没看仔细，我今天想再仔细看看，行不行啊？不必看了，你只要看清楚是方圆圆就行了。那行，
我问你，这照片谁拍的？我拍的呀，在哪儿拍的呀？在他们校园里。那男的是谁啊？好像是他学生吧，好像在搞什么师生恋。师生恋？应该是。那个男的看起来挺老成的。我还是想问问你，那车到底去哪儿了？卖了，卖了。给我学生的父亲治病。想什么呢？想复婚就复婚呗，人家方圆圆或许只是玩玩而已，只要你愿意戴帽子，而且是绿颜色的，那就行。你放屁！你把那照片给我。你要照片有什么用？你留着有什么用啊？我当然有用，用处大了。赵一民，我告诉你，我现在的耐心已经耗尽了，我给你1周的时间，你必须给我结婚。你要是不给我结婚，我告诉你，我就……你怎么样？你还要自杀呀？我不死，我现在不想死了，我要结婚给方圆圆看。说照片呢？你说哪门子结婚啊？我是在说照片啊，你要是不跟我结婚，照片就派上用场了。你想干什么呀？我想干什么你管不着，你只要管结婚就行了。你又威胁我？你不是心疼方圆圆吗？那好，那我就祸害她给你看，救不救她，自己拿主意。韩雪，你真不是东西啊！你给我听明白了，我赵一鸣这辈子要是娶你，我就不是我爹娘生的，我就是乌龟王八蛋！喂，方圆圆，你不是要谈话吗？还谈吗？对不起，我这2天没精力。没精力啊？那到底谈不谈呢？要谈，但是在谈话之前，希望你能保持冷静。真是不好意思，从今天往后我也没有精力了。再见。又是缓兵之计，方圆圆，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哥，哥，你怎么了？怎么这么憔悴啊？昨天一宿没睡好觉，失眠了。是不是因为医院处分你上火了？不是，现在看来那些都是小事了。还有什么大事啊？没有。哥，都怪我给你惹大麻烦了。你看你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那都是小事，无所谓的，以后别再提它了，啊。主任，您还是不管是吗？那好，我这儿呢有一道风景，我请您一同欣赏一下。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上面这个女人可是方圆圆，您不会不认识吧？你想干什么？主任，如果您继续袒护方圆圆，那对不住了，我就要把这照片发到网上去，我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你们东大艺术系所谓的灵魂工程师，居然在搞师生恋，而且还是姐弟恋。哎，到时候这方圆圆可就出名了。
你们东大艺术系也跟着沾光了。这个想法倒不错，我回去好好策划一下。您先忙着，再见。主任，您找我？圆圆，你可算是来了，出大事儿了！出什么大事了？你的私生活被人偷拍了，你知道吗？韩雪又来了。来了，他要求我们来开除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就把这些照片都发上网上去。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件事摆平，一定要把它摆平，不然你就毁了。你还愣着干什么？你们还赶紧想办法去啊！快去啊！韩雪偷拍了我的照片，把我告到学校去了。照片？什么照片啊？搂着学生的照片。你怎么？别着急，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学生的父亲得了重病，我只是安慰他而已。你吓了我一跳。哪个学生啊？是不是你卖车资助那个学生啊？对，他叫高晓生。那你怕什么？你把这个事情跟学校一说，不就完了吗？我相信学校不会因为一张照片就定你的罪的。但是韩雪扬言说要把这张照片放到网上，如果那样的话，不仅学校的名誉受到损失，还会影响高晓生的前途啊！这个韩雪这个小娘们太坏了，她这是逼着你啊，让你把赵一鸣让给她呀。这怎么办呢？我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目的，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我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辞职离开学校，这样就跟学校没关系了，也不会影响到高晓生。圆圆啊，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冷静啊，你千万不要做傻事。不是还有哥在吗？你这个事包在哥身上，哥去给你摆平去。你怎么摆平啊？我怎么摆平你甭管，关键是你要冷静。你哪也别去，在家等着我啊，在家等哥的信儿啊。有什么事儿啊？韩雪要害圆圆。韩雪害圆圆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事情大概的经过是这样啊，这个韩雪在校园里啊，偷偷的拍了一张圆圆和她学生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呢，你冷眼一看呢，肯定会产生误会。其实什么事都没有。这件事情啊，圆圆以后我会跟你解释清楚。他问题是韩雪拿着这张照片去威胁系主任，要求开除圆圆。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要把这张照片发到网上去。你说这个女人有多坏？反正这个女人是你招来的。我告诉你赵一鸣啊，你要是不保护圆圆，那你就是狼心狗肺、丧尽良心，我就找人把你给废了。你别急啊，那照片我看过。你看过？好啊，赵一鸣啊，那这么说你跟韩雪是穿一条裤子的。你听我说呀，那当初我看那照片的时候啊，我也挺生气。后来我一想，那学生应该是圆圆资助那个。那是啊，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吧？你总得采取点措施吧？圆圆现在怎么样？你还知道问圆圆啊？我告诉你，圆圆现在心情非常不好，她准备向学校辞职，要跟那个韩雪斗争到底。赵一鸣，你说你还是男人吗？你看看你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事儿？你知道你的犹豫不决给萌萌和圆圆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吗？啊？你还打什么电话呀？上他家找他去啊！喂，一鸣，喂，韩雪，你现在在哪儿？怎么啦？什么事儿啊？我要向你宣布一项决定。半小时以后，我在咖啡馆等你。宣布一项决定，只知道你跑不了。说吧，要宣布什么决定？你拿那张相片去方圆大学闹了。
闹了，怎么了？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无非是想出一口气，逞一时之快。你有什么权利去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对，我就是要毁了他，我就是为了出口气。我韩雪得不到的东西，他方圆圆休想得到。这就叫鱼死网破。你这叫诽谤他人名誉，你知道吗？我在诽谤吗？我有照片，我有物证，他清者自清啊。韩雪，我要好好劝劝你，你得冷静一下，做任何事你要想到后果。你劝我冷静，你在医院冲我大吼大叫，让我滚的时候，你冷静吗？你在我家里冲我大吼大叫的时候，你冷静吗？赵一鸣，你跟我说过，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娶我。那我问你，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呀？韩雪，今天约你来，我就是想向你道歉。受伤以后，我几次向你发火，我不够冷静，我要向你道歉。最重要的是，我没能履行对你的承诺，娶你，我要向你道歉。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我现在所做的决定。什么决定？我要和方圆复婚。赵一鸣，你这脑子是不是真被打坏了呀？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悔呢？我都已经跟你说了，那天是场误会。其实这事情是不是误会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想清楚了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自打你出现以后，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被踢倒了，我走出了家门，后来发生了接二连三的事情。当我几度想回家，都被你绊倒在我家门口。现在你又把方圆圆逼到了墙角，是什么原因造成你这么疯狂呢？是我的软弱，我的让步，我的妥协。我一直想安抚你，没想到越安抚你越疯狂。你今天是想说，你赵一鸣站起来了，从今以后不软弱了，想做一个顶天立地大男人，对吗？对。真是笑话！你觉得所有的不幸是我造成的吗？起因并不在你，但是因为你的出现，让事情变得复杂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2个家庭、2个孩子、2个女人之间徘徊。我想尽责，我想把什么事情都做好，更要做好一个父亲。但是我什么都没做好，还忽略了自己的感情。也许是这一次的打击让我清醒了，责任和感情是2回事，他们不能缠在一起。你是说，你不是因为爱我，才决定娶我？你爱的还是方圆圆，是吗？没错，韩雪，我对你有的应该是怜悯，我想尽责任，还想妥协。但是我们之间没有爱情，我们曾经相爱过，但是那太短暂了，在我记忆里早就被淡忘了。我和方圆圆不一样，我们有过一个完整的家庭，我们之间有理解，有默契，这就应该是爱。好，赵一鸣，既然你今天把话说这么明白，这么绝情，那我也告诉你我的想法。其实这段时间经历这么多事情，你爱不爱我，我已经不在乎。我只要能给毛毛一个完整的家，只要毛毛能幸福，我这一辈子无所谓了。既然你说你是为了毛毛幸福，那我就劝你不要以身试法。我以身试法怎么了？以身试法就会被抓，会坐牢。坐牢就坐牢，我不怕。那毛毛怎么办？啊？你认为毛毛失去一个母亲，她会幸福吗？韩雪，你哪有这份闲心？你刚才那句话说得特别好。我赵一鸣从今天开始站起来了，我不再妥协。
认为毛毛失去一个母亲，他会幸福吗？韩雪，你哪有这份闲心？韩雪，你不能一生失望。你的儿子不答应。喂，赵一鸣，你不用做丘吉尔了，我决定放他一马。韩雪啊，谢谢你。圆圆，刚才你们刘主任啊，跟我这儿详详细细讲述了你是怎么资助你那个高才贫困大学生的事儿，大爱行为啊，让我深受感动。方圆圆是这天底下少见的好人了。你少来吧，是不是刘主任如果不跟你说的话，你还真以为我跟学生搞师生恋呢？哪能啊？他没说，我也没误会你啊。我早就知道你在资助学生，就是知道的不是那么详细。我觉得重要的是，刘主任刚才啊，跟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啊？他建议咱们俩复婚。那你是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你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建议的理由相当充分。他认为，如果我们一旦复婚，我赵一鸣就可以尽心尽力尽责地保护你们娘俩，你就不会被别人欺负。我又何尝不想复婚啊？但是还是再等等吧。等什么呀？是啊，我是想复婚，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可是现在如果真的复婚了，表面上是完整了，实际上是险象环生。什么险象环生啊？韩雪呀，我不希望你把战争带回家。他现在手上攥着原子弹呢，如果一旦是封起来的话，那学校不升起蘑菇云啊？照片的事不已经真相大白了吗？你还怕什么呀？他要是真把那照片登到网上，你说我能向全国人民解释吗？高晓生能向全国人民解释吗？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看还是再等等吧。行，你说等就再等等。你这是干嘛呀？我知道你赵一鸣站起来了，那也用不着说第二遍吧。韩雪，我想有些事情啊，还得跟你再交流一下，咱们得把问题给解决了。解决什么问题啊？我想你还是亲自去一趟方圆圆学校吧，把警报给人家解除了。你和方圆圆这纯属是个人的事，跟学校无关，对吧？咱们做事啊，得讲点道理。行，我同意去学校。还有吗？还有就是，请你把那照片从手机上给删了。我已经不在网上发了，为什么要删掉？那照片，你又不发到网上去，你还留作纪念呀？你就把它给删了呗。赵一鸣，为了培养你成为一个整寸义的男人，我已经做让步了，你不能得寸进尺吧？那你说，怎么才能让你把那照片从手机上给删了？那你得说得让我心服口服才行。我这不是正在努力地说服你吗？这样说服不算数，你得到家里来说服，咱们俩坐下来慢慢聊。毛毛，想不想我？不想。真乖。
你这要干嘛呀？要走啊？往哪儿走？那你拉行李箱干什么呀？我被炒鱿鱼了，住的地儿、工作地儿都没了。不是我说你，现在工作多难找啊！你就不能好好干，非得让人炒鱿鱼？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那工作和住的地儿都是马向前帮我找的。我跟你一起去闹方圆圆，他不炒我都怪了。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要住我这儿啊？要是真行的话，那最好了。我都不住沙发，我住地板就行。行了吧你？我告诉你啊，不可能。哎，韩雪，那你这不是耍我吗？那你的意思是我要嫁给你，就不是耍你了？对啊，你要是真能嫁我，那就云开雾散了。我一定会对你好，我对毛毛好，我要让你……行了，行了，行了，不可能，我不会嫁给你的。要不然这么着吧，你先回老家啊，等我什么时候想嫁给你了，我再找你，行吗？我这么老远来找你，我就没打算再回去，我就在这等了。你要真想清楚了，你就去小旅店找我，我还住那儿。走了啊，毛毛。什么事儿啊，韩雪？一鸣，你马上到医大3院来吧，孩子住院了，孩子怎么了？心脏病犯了，你快点来吧。好，你别急，我马上来。韩雪，毛毛怎么样？没事，缓解了。毛毛，爸爸，哎，爸爸来看你了啊，睡觉啊。说这毛毛平常看得好好的，怎么这病情突然就恶化了呢？昨天毛毛就有点感冒，晚上开始发烧，我就没太在意，我以为是普通的流感。可是半夜毛毛说感觉心口难受，我才意识到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那现在检查的结果，医生怎么说呀？医生说暂时没什么危险，但是咱孩子呀，原来得的就是先天性的室间隔缺损，这次一发高烧，加速了病情恶化。如果再有什么呼吸道感染，就有可能转成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医生让咱们提早准备手术的问题。我知道了，啊，谢谢，常联系。好，再见。哎喂，王慧啊，我赵一鸣，听不出来了。是啊，好几年没联系了。哎，王慧啊，我有个急事儿，你看你方不方便？我想问你借点钱，10万块钱。啊，没事。啊，打扰了，这么晚了，没吵着你吧？哎，常联系，好，挂了啊。
怎么着？听说您把我老姨夫给放倒了？你哥告诉你的吧？那嘴真快。我老姨夫现在怎么样了？在屋里躺着呢呗。老姨夫，圆圆来了，怎么样啊？您还好吧？啊？好，圆圆，你们仨都这样啊？我都这德行了，还好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问您，是不是没事儿了？对，这句话意思算对了，我没事儿了，我算是活过来了啊，连拉了3天3夜，差点没拉死。哎呦，谢天谢，下手太狠了吧他啊！行了，您别生气了，那您好好歇着，我啊去跟我老姨聊聊。对，好好跟他谈谈啊，让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如不思悔改，坚决报警。我说老姨，你是不是疯了？你怎么投毒呢？谁投毒了？怎么说话？谁投毒了？我怎么投毒了？你怎么瞎说呢？我就是让他吃点那个剩了的鱼，那投毒？那怎么不叫投毒啊？你用欺骗的行为导致别人拉肚子，那根本性质就是投毒。根本性质？我跟你说，我们在老年大学学了一词儿，用你身上太合适了，信口雌黄。我怎么信口雌黄？那你说说，我老姨夫躺那儿，那是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我就让他吃那个放坏了的鱼，我就想让他拉2天肚子，牙躺2天，老老实实的给我，想让他跟那个柳叶梅的那个激情退退烧，泄泄火。可我没想到一下就泄的就拉肚子就下不来床了。真不是我说你啊，你说我老姨夫能有那事儿吗？你有什么证据啊？证据？我这是打出提前量来。那等了真正有证据，生米做成熟饭，那全完了。老姨，我怎么觉得你这做事这么奇怪呢？哎，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毛病吧？哎，要不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你咋也说看心理医生啊？不是，那你说说啊，你骗人家吃剩鱼，让人拉肚子，不是有你这么干的吗？圆圆，你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我跟你说，等你到老姨这岁数啊，哎呀，等你到老姨这岁数，你就知道老姨的苦衷了。我告诉你，就冲你这句话，我也得劝你去医院看看。不是，那我老姨夫他不就是拉拉金胡、唱唱戏吗？你能有什么苦衷啊？哎呦，老爷，真的，我求你了，你听我一句，去看看心理医生。你别再跟我说这个，看什么心理医生啊？我说你再说看心理医生，我就跟你急。心理医生的，还说不看医生，俩人。溜达去了。我出去透透气。这么说不拉稀了，病好了。那成，进屋吧，咱把约法3章定一下。你有病，你先去看病，然后咱们再谈什么约法3章。我有什么病啊？你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所以你必须在看医生之后，再跟我谈什么约法3章，必须听从大家劝告，去看心理医生。我要是去看心理医生，那就证明我是有毛病的，你是清白的。我干嘛把屎盆子往我自个儿脑袋上扣？照你的意思，这屎盆子就该扣到我的头上。对啊，咱们呀应该先治病，咱们能不能把对方想得干净一点啊？啊？我怎么不干净？你心里有病，那就是病人；
在医生眼里，没有什么干净和不干净。行，你说这话也有点道理。既然你觉得有道理，那就随我去看心理医生。约法三章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你有条件，我也有条件。行。在去看病之前，咱们先把约法三章定好了，定好了我就去看病。可以，但是这约法三章不能只约束我，同时也要约束你自己。行了，哪那么多废话，赶紧进屋。你来支笔。我咋支笔啊？一人说一条行吗？行。那你先说吧。好。第一条，你必须马上去看心理医生。不对，刚才咱俩在楼底不是说好了吗？定好了约法三章，我就去看心理医生。好，那你先说吧。第一条，你拉胡琴我不反对，可是你给你院院拉胡琴的时候，不许跟他们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尤其是给柳叶梅拉琴的时候，不许抬头。总低着头怎么了？对呀，你就低着头拉胡琴，让人觉得你很投入、很尽兴，多专业。对，我同意。写上。给柳叶梅拉琴时，不得抬头。第二条。第二条，你不能无缘无故的盯我的梢。不对，我不盯你的梢，我咋知道你有事儿呢？你不能无缘无故的盯我的梢啊！如果你有了线索再盯我的梢，我不反对。啊，你想想啊，咱们俩是夫妻，应该互相信任嘛。我要不盯你的梢，你就自由了。你不该限制我的自由啊！你要是限制我自由，那我就拉琴时抬头。行，我退后一步，我不盯你的梢，可你拉琴的时候不许抬头。好，请写上。第二条，女方不得盯男方的梢。写。一鸣。哎，坐这儿。你怎么吃这个呀？嗨，去食堂晚了，没菜了。哎，你吃了吗？我吃了。你经常吃这个？这不是跟你说去食堂晚了吗？哼，那个，我叫你过来是想问问你，你那个保险单拉的怎么样了？别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毛毛那个医疗费，现在攒的一共有多少了？你的我的加一块儿有12000了吧？现在是14000了。这么个攒法，得攒到什么时候？别急啊，那医生不是说了吗？毛毛的病啊，还不至于恶化，啊，天无绝人之路，说不定近期啊，我就能谋一个高薪职位呢，啊？什么高薪职位？那你就甭管了。哎，我跟你说，咱们俩现在得尽量的节约每一分钱，攒下来给毛毛治病，千万不要不务正业啊！哟，我上班去了啊！哎，一鸣，别老吃馒头咸菜，没营养，攒钱也不是这么个攒法。嗨，我知道。请进。你是谁呀？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你。我在问你呢，你怎么不说话？我也没见过你啊，你是谁？我叫赵萌萌。赵萌萌。赵萌萌，你几岁啊？我4岁了。
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去上幼儿园呢？因为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出去旅游了，没人看我，所以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萌萌，你妈妈是谁？我不告诉你。是方圆圆吧？嗯，对。妈妈，有一位阿姨找你。哦，就是这位阿姨。请问你是？我叫满江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哦，听我表哥提起过。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好啊，那你先坐吧。哎，我看我们还是到外面去谈吧，你方便吗？好啊。圆圆，我曾经是你的表嫂，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我听我表哥提起过。不过没当了多久，我们就离婚了，他就回到了这个城市。我还以为这一辈子都见不着了，可是没想到我也调了回来。命运真是会捉弄人。你调回来了？怎么？他没跟你说这事儿吗？没有。那么，我回来的目的你也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回来？我回来找孩子。孩子？谁的孩子？我的女儿。我和马向前的女儿。你跟我哥有女儿？看来你对你表哥并不是太了解。不是，我是觉得很奇怪，你跟我哥不是结婚很短时间就离婚了吗？怎么会有女儿呢？离婚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孕了，当时我是想把孩子做掉的，可是没舍得，就把孩子生下来了。那孩子怎么会丢的？他说他送人了。本来我想我的下半辈子就跟孩子一块儿过了，可是没想到那个时候单位派我出国留学，我不可能带着孩子去，我只有把孩子送给他。我跟他说好了，等我工作回来再把孩子还给我。可是现在我回来了，他告诉我说他把孩子送人了。圆圆，你怎么了？圆圆，没怎么，我就是突然间听你说这个，我觉得很惊讶。不，你的表情告诉我，你知道孩子在哪儿。我不知道，你知道？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你必须告诉我，你必须告诉我孩子在哪儿。我知道，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方圆圆。满江红，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再找我了！我告诉你，我必须让孩子回到我的身边。哎，毛毛，毛毛，是不是还没想我啊？啊？想了。想了。哼，哎呀，毛毛真乖。妈妈回家了。哎，海泉，这5000块钱你拿着，啊。我本来想多攒点再给你，但我害怕管不住自己手再给花了，所以现在给你，你别嫌少。你给我钱干什么呀？知道毛毛做手术需要钱。你怎么知道毛毛做手术？赵一鸣说的。咱别提他，说毛毛的事儿。哎，你先把这钱拿着，虽然不多，但是少了他也不行啊。我接着挣钱，攒上再给你。郑大川，谢谢你，真的，我十分感谢你。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个钱
我不能要。你也不想想，我凭什么要你的钱呀？这有什么不能要的？咱们认识啊，对吧？咱们是朋友。没这个道理。这个钱我肯定不能要。哎，你就当我捐款了，行不行？那不行，我也没募捐啊。哎呦，这个钱啊，不是给你的，我是给毛毛做手术用的。你拿着吧，拿着，我心里会好受点。你心里是好受了，可是我心里不好受。要不然这样吧，这个钱你先攒着，等什么时候我真需要钱了，我再问你借，好吗？谢谢你，再见。祝福你，再见。不接电话呢。哎呦，到喽！来，把腿拿上来。1、2、3，好嘞。书包背上。好了。妈妈再见。毛毛。啊？记住啊，以后再也不许跟妈妈说再见，听见了吗？听见了，妈妈不再见。赵一鸣这几天是怎么了？怎么天天迟到？哎，处长，你这2天没闻到赵一鸣身上有股鱼腥味儿吗？我没注意啊，这说明什么？今天人事处的小刘早上在早市上看见他呢，他在那卖鱼呢。卖鱼？嗯。听说是和一个小伙子合伙，那个小伙子过秤收钱，赵一鸣只管收拾鱼。卖上鱼了。哎，处长，张副处长。处长有事儿啊？跟我出来一下。啊。注意，你怎么卖上鱼了？处长，你怎么知道我卖鱼啊？也许你自己闻不到一身的鱼腥味儿。有人在早市看见你了。处长，我是去卖鱼。我最近家里啊经济有点困难。你是不是因为提职的事儿在闹情绪啊？没有，真的没有。我就是想挣几个小钱儿。一鸣啊，业余时间卖鱼，处理无权干涉。可是你总迟到就不好了，要注意影响，知道吗？知道了，处长。忙去吧。哎。哪儿啊？就这儿。哎，就这儿啊？就这儿，进去吧。啊，你呢放松点儿，别紧张，一定要向医生敞开你的心扉啊。
那你不进去了？我不能进去啊，我不能知道你内心的秘密呀。啥叫我内心的秘密？我自从嫁给了你，我就一心一意跟着你过日子。对，我那整个心都掏出来都给你了。我啥叫内心的秘密？你说你这人就是贼喊捉贼。你看看，你就是有病吧啊！我3句话没说完我就成贼了。你说本来就是。好，本来就是，进去吧啊！并且瞒着所有的人。你不能生育，你在赵玉明面前那顿时就矮了3分。他要想要孩子，就得跟你离婚。哥，你这件事情做得太损了。知道了所有真相的方圆圆回到家中，看着气急败坏的赵一鸣，她虔诚地跪下请求得丈夫的原谅，解释这一切自己也是刚刚得知。然而此时的赵一鸣却一句：“我没有生育能力，我是个废人，我不可能有儿子。”你怎么可能是废人？如果不是初恋女友带着6岁的孩子来认爹，赵一鸣也许这辈子都不清楚自己原来是健康的，是完全有条件做父亲的。经过一番追查之后，得知原来不育的毛病出在妻子方圆圆身上，是负责做检查的马向前话都听不进去，一度认为是他和表哥合起伙来欺骗自己，说什么都不原谅他。今天我赵一鸣要原谅你，我就不是人。怒火中烧的赵一鸣坚持要与方圆圆离婚，而方圆圆满心愧就死也不肯离婚。赵一鸣来到马向前工作的医院，一拳头下去宣泄着自己内心的愤怒。打的就是你，我不但打你，我还要告你呢！你告我什么？我告你以德败坏。男人明明被查出没有生育能力，可初恋女朋友突然找到他，并带来一个6岁的男孩，声称是他的亲生儿子。这个孩子是你赵一鸣的种，我当不了。我告诉你，我没有生育能力。赵一鸣在文化局上班，妻子方圆圆是一名大学老师。婚后，赵一鸣被查出不能生育，于是夫妇2人便收养了一个女孩，起名萌萌。从此，2人对孩子疼爱有加，视如己出。一天，赵一鸣大学时代的女朋友韩雪突然带来一个6岁的男孩来认父亲。自认为没有生育能力的赵一鸣，自然是不会认孩子的。我没骗你，这个孩子真的是你。我跟大管离婚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不是他的。出嫁之前，我把身子给了你，因为我爱的是你。赵一鸣以为韩雪是故意来讹自己，担心这会影响表妹的家庭幸福，擅自决定把毛病推到赵一鸣身上，并瞒着所有人。怒火中烧的赵一鸣坚持要与妻子离婚，无论圆圆如何苦苦哀求解释都没用，于是回家拿来自己不孕症证明。可一张曾经的诊断书并没有说服韩雪，于是赵一鸣同意做亲子鉴定。然而亲子鉴定的结果却让赵一鸣大吃一惊，这个名叫毛毛的男孩却是他的亲生骨肉。他认为是不是医院弄错了，或者名字填错？不可能的，这几天就这一份亲子鉴定，怎么会错呢？得到护士的肯定回答，赵一鸣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立即赶往另一家医院做体验。得到的结果却是自己根本没有病，是完全有条件做父亲的。赵一鸣陷入了沉思，他想起妻子曾经说过的话，受了多年窝囊气的赵一鸣只能借酒精大醉一场，这让圆圆满心愧疚。第2天，马向前提醒圆圆将事情解释清楚，早谈早和好，毕竟这个事情圆圆是不知情的。但昨晚大醉的赵一鸣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根本谈不上火。上班路上，初恋女友韩雪再次找到赵一鸣。你一个健康男人，为什么说自己有不孕症？这跟你有关系吗？我看你受委屈，我心里难受。毕竟我们2个相爱过，我到现在我都还爱着你。你一转身就嫁给大款了。向前开假诊断，他就告赵一鸣包2奶。马向前也主动找到赵一鸣道歉，希望能看在大家曾经是亲戚的份上，看在他抱回萌萌的份上，请求赵一鸣以德报怨，放他一马。赵一鸣想到前阵子领导和他说过的话，现在国家对公务员要求很严，要是生活上有什么闪失，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好，可别弄出什么不好的影响来啊！于是赵一鸣决定放弃状告马向前。如果你妈不找我麻烦，我就不告你。方圆圆因为萌萌一直吵闹要爸爸，又得知这是赵一鸣与他结婚前犯下的错误，起了复婚的念头。与此同时，得知赵一鸣已经离婚，依然爱着赵一鸣的韩雪也想与他结婚，好给自己和孩子找个归宿。夹在中间的赵一鸣该如何选择呢？去哪个院诊？给我表哥医院吧，有熟人比较好安排。愤怒的他回家后立马对妻子发难，并拿出自己有生育能力的诊断书，质问妻子怎么回事。谁料妻子看到诊断书也是一脸懵圈，跟我这装蒜，你跟你表哥马向前合起伙来骗我。圆圆拿着诊断书跑去质问表哥马向前，原来不育的毛病出在方圆圆身上，而不是赵一鸣。方圆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在马向前家长大，表兄妹关系感情很深。马向前担心这会影响表妹的家庭幸福，于是擅自决定把毛病推到赵一鸣身上，以去单位加班为由，毅然决然地扔下妻子和满桌子的饭菜，从家里离去，留下独自愈合伤口的圆圆。第2天，2人很快就办好了离婚手续。圆圆的笑容跟天气一样无比灿烂，可谁又知道强颜欢笑的人心里是在掉泪，甚至是滴血呢？他们并没有为争夺财产而大吵大闹。经过一番商量后，
赵一鸣选择了净身出户，房子和养女萌萌都归圆圆所有。而此时的赵一鸣心里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向韩雪表示，无论多困难都会凑足钱把毛毛的病给也好，但费用还差一部分。于是赵一鸣为了毛毛的医药费，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话，便找到了当律师的朋友，委托他状告圆圆的表哥马向前，准备要一笔精神损失费。那赔个几十万应该问题不大。官司我打了。他万万没想到，赵一鸣居然将这件事情都告诉了韩雪。由于是自己无法生育，负责检查的表哥为了保全他的家庭，做了个假诊断书，将罪名扣在了她的丈夫赵一鸣头上。然而相隔6年，赵一鸣的初恋韩雪带着6岁的儿子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两人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不能生育的圆圆，她又怎能和生了儿子的韩雪对抗呢？考虑一番后，圆圆决定了不再强留这段婚姻。回家后特意给老公准备了丰盛的告别晚餐，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可当年的假诊断书居然让毛毛拿去叠纸飞机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给孩子玩？我也不知道这个很重要啊，你别着急啊，我回去就给你找。赵一鸣的律师很快找到马向前，向他了解当年假诊断书一事。不曾想马向前反咬赵一鸣家外有家的事情，是赵一鸣无中生有才蓄意报复。待律师走后，他慌了，赶忙往圆圆家里找当年的诊断书，可已经找不着了。马向前意识到诊断书肯定是在赵一鸣手中。赵一鸣给我告了。告了？他告你什么呀？我听我丈夫说，你帮他生个儿子，是这样吗？是这样。那你儿子多大？6岁了。女人和丈夫结婚6年，突然发现丈夫在外面居然有一个私生子。圆圆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丈夫的初恋商谈，企图通过这次见面挽回自己的婚姻。可没想到竟被对得哑口无言。如果不是你的出现，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你要是想谴责我的话，我觉得你最好先谴责一下你自己。你自己有毛病，自己承担着就好，干嘛要扣在别人的头上？你的这种行为叫什么？精神阉割吧？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韩雪的话无疑是触痛到了圆圆的伤疤。女人忍受不了丈夫在外有私生子，而丈夫更是痛恨妻子表哥的欺骗，因此二人快速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大人的离婚无疑是给孩子造成最大的伤害。我就要去找爸爸。萌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再不听话，妈妈打你了。我不回家，打死我也不回家。离婚后，养女萌萌整天吵着要爸爸回家，并用绝食的方式表示抗议。马向前使出浑身解数哄骗萌萌吃饭，同时极力的劝说方圆圆与赵。现在被人甩了，你又回来跟我这谈情说爱，我为什么被甩？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嫁给他，他不甩我，他就不是个男人。而韩雪也终于说出找赵一鸣的真正目的，原来是孩子毛毛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一大笔钱，自己能力有限，不得已才决定投奔孩子的亲生父亲。赵一鸣承诺一定会把孩子的病治好。韩雪哭诉孩子病情的一幕，被前来劝告赵一鸣原谅方圆圆的马向前看见，两人的表情让他感觉到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马向前开始怀疑起赵一鸣突然做生育能力检查的理由。方圆圆的婚姻出现了危机，老姨夫妇在家中大胆猜测：你说这赵一鸣怎么突然想起体检啊？当年的去年就是假诊断的。马向前埋怨圆圆为何要离婚，如果不离婚还有这层亲戚关系罩着。如今赵一鸣无牵无挂的，自己就等着受审了。这一举动吓坏了马师徒一家人，于是打算前往赵一鸣家劝说赵一鸣撤诉。而此时韩雪正带着儿子给赵一鸣送来饺子，因为赵一鸣为了凑齐手术费给毛毛，整天只吃馒头方便面，而韩雪也找了2份工，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毛毛也终于开口喊出了爸爸。你比我之前的爸爸好，之前的爸爸打我还打我妈妈。赵一鸣心疼不已，将孩子紧紧抱在怀中。这感人的场面被前来相劝的圆圆老姨撞见，两人针锋相对，破口大骂，闹得非常难堪。赵一鸣只好先劝退韩雪离开，没想到王宝珠却临时改变政策，恼羞成怒，反咬赵一鸣包2奶养私生子，说如果赵一鸣告马，害得两人注定渐行渐远。圆圆表示同意了离婚，但提出的要求想见一见那个女人。终于在赵一鸣的安排下，方圆圆和韩雪相见了。我听我丈夫说，你帮他生个儿子，是这样吗？是这样。那你这次来是想旧梦重温吗？对不起，无可奉告。看来圆圆的对手可不简单，企图通过和韩雪的见面挽回自己的婚姻，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了。事后如何发展，我们下集见。赵一鸣复婚，并分析赵一鸣私生子问题乃是历史遗留问题，出现在他与方圆圆结婚前，根本谈不上背叛或出轨。如果方圆圆能够不计前嫌，为了孩子，还是复婚为好。而此时的赵一鸣心里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了毛毛的手术费，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法，赵一鸣一纸诉状把马向前告上了法庭。不能生孩子这事儿也不是1天2天了，都这么多年了，他早就应该忘了。按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复杂。随即老姨王宝珠没能守住秘密，偷偷将猜测告诉了方圆圆。经多方证实，
圆圆回到家中，问起丈夫为什么好好的突然会检查生育能力。赵一鸣思量了一下，最终说出了自己有一个儿子的事实。正想解释时，却被圆圆打断了。圆圆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相爱1天以前，圆圆还满心内疚，如今她的心境已然不同。哥犯的错误跟你的事情比起来不算什么，所以现在咱俩扳平了，我不欠你的。行了，那什么时候办手续啊？明天吧。赵一鸣没想到妻子居然爽快答应了离婚，心存怨恨的一鸣也不愿在家多待一会。